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 了。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没有排名的玩家打的一场竞技场比赛啊。那为什么没有排名啊？那其实很明显，因为跟之前一样，这个是一个刚开季跟刚开赛季的一个素材啦。其实大部分玩家都是没有排名，那是正常的。那这个也是第一天拍的素材，那就代表说，之前跟大家说过。第一天拍素材都那个伺服器都不太稳定，而且再加上这个我也在熟悉这个新版本的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事项，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排名是正常的。而且对面的对手有一点这个实力可能会有点参差不齐，也是正常的。那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说，这个玩家的话其实实力是不错的。到时候的话，大家就不用担心什么，又说什么打对手不是你们想看的。那应该这次这个比赛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的话，也是那句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让我们来到这个影片里面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，这次这个更新有什么主要的装备是得到这个大的增强，而且是在那个竞技场里面常见的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在这次的105大更新里面，有超过好像70几件的这个装备跟那个英雄总共70几还是90几忘记了，总之就很多那些装备英雄都得到了这个增强或者改弱，总之就是改动。那这次其实我就想说，主要说2件，那个改强、增强的或者是改动了的一些2件装备，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对，那第一件就是从刚推出到现在，这个使用率也没有下降过，或者是一直都很高使用率的一件装备，那就是大家应该猜到了一件，就是那个 Timekeeper 衣服。这件衣服真的很令人那个又爱又恨，因为基本上它把整个竞技场的生态，就是单挑生态都改变了。因为这件装备基本上你用它抓到人的话，对面基本上就等于死的没差别，因为它的那个效果太厉害了，就是可以把人直接的那些技能被动装、主动装的那些储存的时间全都暂停。因为 Timekeeper 衣服它那个系列就这样，应该说它这件装备的特色是这样。那有什么影响？那就可以直接，因为以前说过，抓人有个很大的那个因素就是。什么叫抓到人？就是对面没有反装，你把他抓住，那个是第一点抓到人的一个因素。第二就是对面没有反装，而且对面没有术士一，这个也是抓到人的第二个特征。那但是因为这个刚才说的一个特征，其实在这个游戏维持了很久，那个平衡性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要遵守这2点守则，才能等于顺利的抓到人。那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，基本上你就会让对面开不同的反装来反你。这点大家应该都是认同了。但是 Timekeeper 衣服的出现就把这个铁律，就是这个规则打破了。基本上大家只要有那件衣服，像现在一样一用，如果我现在没反装了，我等于死了。但我现在有，但如果我被他抓到没反装那一刻，他用他那个衣服就可以打破我刚才说的2个铁律，直接把我抓住。所以的话，为什么 Timekeeper 衣服是这么多个版本，也是很强的一个原因的那个主要原因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可以打破我说的刚才2个铁律。而从而改变整个游戏生态，所以的话，他没有衣服这么强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这次改动有什么不同？那这次改动就很粗暴，就跟那个玩家说，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件装备把整个竞技场生态改变。那我直接把那个 Timekeeper 衣服 CD 加快，所以现在更快能开。再直接跟玩家说。我现在就是要改变整个竞技场的游戏规则。如果你不遵守，就是你不跟我这个规则来玩的话，你就会得不到一个很大的那个优势。到时候的话，他直接把那个 Timekeeper 衣服 CD 增长，不是正常，就是减少，就是更快能开。到时候的话，这个也是这次那个大改动，
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。那我对于这个改动的话，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啊，有没有搞错？既然把这个这么厉害的装备，这么 都算是一个 meta 装备，加强这个改动，是不是有点离谱？我一开始是这样觉得了。但在后面一点，就是我打的这一场，在新版本打了差不多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诶，其实这个改动也不错。那它就，我觉得是可以大大的把这个容错拉低。其实的话，因为其实这个游戏你怎么是一个比较难应对的人，就是你的装备基本上就是可以把你的容错率大大的增加。那基本上，如果你的容错率高的话，你就都是一个越难应对的一个对手。那汤米本衣服就是把这个双方的容错率啊大大减低了。对，那基本上就是让每一步的行动都要考虑那个风险，就是风险的那个占比在整个比赛里面更加的重要，就是不是那种盲目开技能然后把对面直接炸死那种，是大家都要考虑现在下步行动会不会影响你的那些胜率之类的。那所以的话，我打了1个礼拜之后，我就觉得，诶，这个改动其实也是不错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我也是会用这个汤米的衣服啊，也是我这个新 meta 的一个装备的话，我也是很常用的其中一件。这边把它消记也 OK。那其实这个衣服要我选的话，其实现在我是比较倾向用那个 timekeeper， 但现在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是新版本第一天了，我还在熟悉这个新版本的一些更新内容，所以的话就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没所谓，我们速度速度慢慢的把这个习惯慢慢找回来那个手感。所以的话，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还没习惯的那个我，那就可能会有些地方会打得比较，你会觉得卡卡的，就是没有发挥到那个100%的实力。但没所谓，我们就慢慢习惯一点。对，那可以啊。这边的话，对面已经淋水了，我好像还有那个披风啊，应该直接把它踢下去 OK。那直接来到第4回合，那这是另一件，还有一件大更新的装备，就是我说过的一件最强的反装冰披风。对，这件事我肯定了，它肯定是反装里面最高那个 tier list 最高的一件装备啊。对，所以的话，这件也改了什么？它就其实也不是完全的 buff， 它是一半 buff 一半 nerf。那它 nerf 的部分是什么？是把那个 CD 拉长的，就是现在你要开一件装备的话，你就不能，就是会比之前好像慢2个单位，就是那个 CD 你现在想开的技能就不能那么快开到了，好像慢2个单位，好像原本是16，现在好像是18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对，那这个是其中的 nerf。第二个 buff 的地方就是以前啊，就是你这个披风你看的时候，不是其他人敌人打你的话，你不是对面那个敌人会结冰嘛？但是那个结冰在一开始刚出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改的时候，那个结冰是很快就完结的。那现在的话，这个结冰效果就会变成这个类似冰法 SD 打中的那个效果，就是冰法 SD 如果打中人的话，它会结冰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那个结冰效果不是那种可以用夺宝重低瞄准那个结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结冰效果那个就是这个官方名字是什么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游戏啊，很多技巧都是要自己玩家来自己发现的。基本上它那个游戏官方是没有做任何的那个游戏介绍，所以的话，那个冰的效果叫什么？那个官方名字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所以的话我就。简单说一下，说的是那个不能瞄准的兵，对，就是不能用一些破防的枪来瞄准的兵。也可以 ，OK， 这边抓到，可惜啊，其实这边是应该用这个头盔来把它作为喷掉，因为这边如果头盔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头盔捡起来换到这个10000的那个技能效果，就是你用完装备之后，你把它的那个技能消掉，然后你还可以得到一招技能，就是之前所说的话，刚才那个也算一个失策啊。
但没所谓，我们这边的话把它做到给它黑毛combo。哎呦，这边其实因为这边其实我不应该这么害怕，其实应该直接拉他出去给他黑毛。那这边的话有点失策啊，因为我自己的血量也不多，所以刚才有点害怕。OK， 这边的话小一点啊，抓他一次他就应该死了。给他时间又来了弟弟，哎可惜，哎这边我应该是贪心了，我打算用这个妖术士头盔，但其实我这边应该是直接用这个九尾头了，那就有一点失策，那直接把它踢下去。OK， 那来到第5回合啊，那刚才说到那个冰披风，那如果你问我整体怎么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整体也算是一个nerf 吧，因为其实啊，那冰披风要我来说的话，那个我宁愿它的 CD 快一点，而没有这个结冰时间拉长那个效果。对，因为这个冰披风之前一个比较强的地方就是它的 CD 比较快嘛，那所以的话，现在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 nerf 来的。那但是为了游戏平衡性的话，其实这个改动也是无可奈何。那整体来说，如果问我观感上的话，其实是不错的一个改动。这个把它打下去。那但是那个冰披风那个把冰的时间拉长了，在这一回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就来看，这个东西真的我没有想到，因为当初我们还没看这个改动内容啊，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反应有点误判。那到底是怎么误判？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我的看了 SD， 那现在的话应该是尝试用一下盔甲把它抓住。哎，可惜啊，这个阿哲他虽然把那个空中能力减弱，但他冲过来把人抓住那个能力也是挺厉害，就是不论是那个绿色的那样球，还是这个air dash， 就是跳起来插的那个速度也是挺快。这边开冰披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这边的我为什么我会那个反应那么奇怪？是因为啊，我当时我不知道原来他已经改动了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概念啊还是停留在这个旧版本的冰披风里面，所以的话整体啊导致我刚那个情况是类似出现那个 blink 的情况出现，那这边的话我的那个披图就浪费了，而且让他做出那个类似致命性的打击，那这边应该死了。OK， 那我没记得了，那最后的话记得订阅一下，谢谢。